桑叶又称神仙叶，放锅里蒸一蒸，老一辈的养生吃法，个个90多岁吃麻麻香，身体倍儿棒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菜味。夏日炎炎，农村田间地头的桑叶正长得郁郁葱葱，很多人只知道桑叶是蚕宝的美食，或是枝头桑果的陪衬，却不知道这随处可见的桑叶还有神仙叶的美誉，不仅要用价值深厚，做成美食更是清爽可口。今天就来手把手教大家解锁桑叶的另类吃法，从采摘到清洗，每一步都藏着大学问。采摘桑叶时不用贪多，一小块新鲜嫩叶就足够。要注意挑选叶片完整、颜色翠绿、没有明显虫蛀或枯黄的桑叶，这样的桑叶口感更鲜嫩，营养也更丰富。不过刚摘下来的桑叶呢，可不能直接用，仔细看会发现叶片上呢可能沾着泥土、灰尘，甚至藏着小虫子、蜘蛛等虫卵，所以彻底清洗呢是必不可少的步骤。准备一个干净的盆，把桑叶放进来，再加入1-2勺食盐，接着倒入足量凉水，一定要用凉水，这是保留营养的关键。用手充分搅拌，让食盐完全溶解在水里。食盐具有杀菌消毒的作用，能有效驱赶叶片上的小虫子和虫卵，也是天然的清洁剂。不仅能去除表面的杂质，还能帮助分解可能残留的农药，让桑叶吃得更放心。浸泡差不多就轻轻翻动叶片，让每一片桑叶都充分浸润在溶液里。此时桑叶中的杂质呢会开始慢慢析出，小虫子也会在盐水的刺激下逐渐爬出来。浸泡时间控制在10分钟左右，既能达到清洁效果，又不会让营养流失。最后用手轻轻抓洗桑叶，通过摩擦进一步去除顽固杂质。抓洗后将桑叶捞出，捞出的桑叶呢不要直接食用，还要用凉水反复冲洗2到3次。每次冲洗时都要轻轻挤压叶片，直到最后冲洗的水变得清澈见底，才算彻底清洗干净。这里再次强调，全程一定要用凉水，温水或热水会破坏桑叶中的营养成分，让生物碱、黄酮类等活性物质流失，那就太可惜了。将清洗干净的桑叶呢放在菜板上，把叶片一片片整齐叠好。先将桑叶前端的根部切掉，再将叶片切成细丝，注意切丝不宜过细，保持0.5到1厘米左右的宽度即可。这样既能方便后续烹饪，又能保留桑叶的口感和营养。很多人都不知道，桑叶的营养成分丰富到让人惊喜。它富含多种生物碱，有助于调节身体代谢，黄酮类物质是强大的抗氧化剂，能为身体减负。多糖、氨基酸则是人体必需的营养元素，搭配丰富的维生素和钙、铁、锌等矿物质，让桑叶成为夏日里天然的营养宝库。切好的桑叶先放一边，取1-2块新鲜的生姜，先掰成大小合适的小块，这样既能方便清理缝隙里的杂质，也能让后续使用更顺手。加入清水，加入1勺食盐，用手搅拌让食盐溶解，然后让生姜在盐水中浸泡几分钟。生姜表面凹凸不平，缝隙里很容易藏着泥土、泥沙，甚至残留的表皮杂质，所以清洗必须细致。浸泡后，拿出牙刷仔细刷洗生姜表面，尤其是表面的褶皱、凹陷等犄角疙瘩的地方，确保每一处都刷到。如果遇到顽皮的泥点或者是表皮老化的硬斑，用刀轻轻削去1块即可，不用过度削皮，保留完整的生姜表皮，后续营养和香味呢会更浓郁。生姜刷洗完后，换清水再漂洗几遍，直到水变得清澈无杂质就好。控水捞出放菜板，先把生姜切成薄薄的片，每一片尽量切得均匀些。切完薄片后，再把姜片码整齐，改刀切成细细的姜丝。整个过程千万别忘了保留姜皮。很多人习惯把姜皮削掉，但其实姜皮里藏着不少营养，
而且保留姜皮的生姜，鲜香味道也会更浓郁地道，不会因为去皮而损失那股独特的鲜辣香气。等下和香叶一起烹饪时，这带皮的姜丝就能发挥大作用了，既能中和香叶的青涩感，又能让整道菜的香味层次更丰富。把切好的姜丝倒入香叶中，用手轻轻搅拌，让姜丝和香叶充分混合均匀，这样后续烹饪时香味才能更好的融合。锅中加入适量清水，大火烧开，放上蒸盒。将混合好的香叶、姜丝铺在蒸格里，尽量铺得均匀平整，确保每一片香叶都能均匀受热。盖上锅盖，待蒸锅上气后开始计时，蒸5到8分钟即可。时间一到，揭开锅盖关火，此时浓郁的香叶清香会扑面而来。然后呢，就是干燥缓解，有2个方法。方法1：自然晾晒，将蒸好的香叶姜丝摊开，放在阳光下晾晒。晾晒过程中要不时翻动，让其受热均匀、干燥透彻，充分保留食材的原香。方法2：小火炒干，若没有阳光或想节省时间，可选择炒干法。将蒸好的香叶姜丝倒入锅中，从下锅开始就要保持小火，这一步是炒好香叶茶的关键。火太旺很容易让香叶焦糊，破坏口感和香味。翻炒时可以像炒茶叶那样，用双手轻轻捞起翻动。怕烫的朋友呢，可以用铲子或长筷子辅助，让每一片香叶都均匀受热。一开始香叶带着水汽，手感湿润柔软，翻炒时会有些粘连。随着小火慢炒，水汽逐渐蒸发，香叶呢会慢慢变得干爽。继续翻炒，香叶会散发出越来越浓郁的清香，颜色呢也会从翠绿慢慢转为浅绿或淡褐色。当香叶在锅中炒着水汽蒸发的差不多时，及时将其倒出，放入干净的烧鸡中，用筷子或手将香叶轻轻铺展开，让叶片之间留有空隙，这样能让残留的水汽更快蒸发，干燥效果更均匀。接着把烧鸡放在阳光下晾晒，经过前期炒制再晾晒，相比直接晾晒能大大缩短干燥时间，还能借助阳光的自然热力让香叶快速散热，同时进一步锁住炒制过程中激发的清香。如何判断晾晒是否到位？教你一个简单技巧，随手抓一块香叶或姜丝，用手指轻轻一捻，如果能轻松捻成碎末或轻易折断，没有粘连感，就说明干燥程度刚刚好。这样的晾晒步骤既省时又能保证香叶的口感和香味，为后续储存和冲泡打好基础。然后准备一个干净无水的罐子或茶叶盒，将香叶茶小心装入，盖紧盖子后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即可。这样一小罐香叶茶，喝的时候呢，像泡茶一样，将香叶呢放入杯中。喜欢浓郁口感的可以多放一些，用开水冲泡后轻轻搅动，或盖上盖子焖一会儿，让香味充分释放。如果喜欢丰富口感，还可以加入几滴枸杞或红枣。一杯清香回甘的香叶姜丝茶就做好了。平时爱喝茶的朋友，不妨试试这份亲手炒的神仙燕茶，满口都是夏日清新。亲手炒制的香叶茶，泡开后汤色清亮，入口带着香叶独有的清香，微微回甘中还带有姜丝的温润。常喝这杯茶的好处可不少，香叶中丰富的生物碱、黄酮类物质和多糖，能在燥热的夏日里为身体带来一丝清爽。氨基酸和维生素则悄悄为身体补充营养，搭配生姜的暖意，既不寒凉又能舒缓身心。无论是清晨醒来泡上一杯提神，还是午后小憩当作解腻的饮品，或是晚餐后用来消食，这罐亲手做的香叶茶都再合适不过。它没有复杂的添加，只有大自然的馈赠和亲手制作的心意，每一口都藏着盛夏的生机与健康的呵护。这个夏天，不妨把这份简单的美味
与健康融入日常。喜欢这份香叶茶的做法吗？别忘了点赞收藏，跟着动手试试，关注瑶瑶。下期还会分享更多农村常见的食材美味吃法和使用小技巧，咱们下期再见啦！